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预测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今天要跟大家分享2020年台股的绩效王 ETF， 它的年化报酬率高达 92.5%， 它所追踪的指数平均7年的年化报酬率高达 33%， 同期纳斯达克前100大指数年化报酬率也只有 21%， 为什么它的绩效可以这么的惊人？今天呢 Kevin 就来跟大家一起解构这档指数。我们来看一下这档指数它的筛选条件，以及它的成分股，还有它的内扣费用是如何。那么一个好的投资人，我们不能只注重在报酬率上面，我们一定还要再注重在风险上面。所以呢，今天 Kevin 除了分享前面所讲的筛选条件之外，我还会跟大家分享5个投资这档 ETF 你所会面临的风险。那每个人承受风险的程度不同，各位还是要独立思考，对自己负责哦。那如果是初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各位想要脱离对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的状况的话呢，欢迎订阅追踪。我会在这个频道呢每周定期的分享有用的台美股投资知识，相信对各位一定会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好，那我们今天主要介绍的就是统一 NYSE FANG+ ETF， 那它的股票代号是00757。那这是免责声明的部分。那今天影片大纲呢主要分为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 FANG 它的一个投资的背景。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会解构00757这档 ETF 它的筛选条件、它的成分股还有它的内扣费用等等的一些讯息。那第三个就是如果我们要投资00757这档 ETF， 我们应该要面临的5个风险。那每个人承受风险程度不同，各位一定要进行独立思考哦。第四个我会进行自我评量，那我们要看大家有没有真正的了解到这期影片的重点。那 Kevin 有没有投资这档 ETF， 或是 Kevin 的增仓是什么，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各位在这期影片当中有学到什么财务知识，这才是最重要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 FANG 的由来。那 FANG 主要是由 CNBC 的主持人吉姆·克瑞默所提出的，在2013年，而主要是指那时候最著名的4家科技公司，分别是 Facebook、亚马逊、Netflix 跟 Google 这4家公司所组成的。那时候还没有 Apple。那 Apple 是在什么时候加入呢？ Apple 是在2017年的时候才加入这个指数当中。所以之后呢，这个 FANG 的这个缩写呢变成 FAANG。然后在2017年底的时候呢，这个 NYSE FANG+ 的指数呢才创立哦。那 FANG+ 这个指数它后面的加号是代表说，除了 FANG 这5档核心公司之外呢，又加了其他几个公司在这里面所以才是 FANG+。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统一 NYSE FANG+ ETF。那这档 ETF 呢，它的代号是00757，它所追踪的指数是 NYSE FANG+ 指数，然后是由爱此这家公司所编制的。那它成立年限是在2018年11月27号成立的。那它的内扣费用是经理费 0.85%， 保管费 0.18%， 指数授权费 0.05%， 上市费 0.03%。那 total 加起来的话是 1.11%。那它的总开销费用却是 1.31%， 也就是它除了这几个费用之外呢，它其他的杂费的部分的话呢也有 0.2%， 所以它总开销费用的话呢是 1.31%。那 1.31% 是高还是低？各位可以参考0050。那0050的它的总开销费用就是 0.43%。那这档 ETF 它的持股种类的话呢是10档股票，那风险报酬等级的话呢是 RR5。那核心成分股的话呢分别是 Facebook、亚马逊、Netflix、Google 和 Apple 部分。那这5档公司呢加起来就高达了 45.5% 的一个权重。再来是成分股调整的部分，它每年的话呢是调整4次，然后是进行季度调整。那 ETF 规模的部分的话呢是 17.9 亿台币，是蛮小的啦。那股息的部分的话呢是没有配息。那本益比的部分的话呢是 37.37， 那现在大盘的本益比大概是29左右，所以它本益比的部分的话是有点偏贵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风险报酬等级。那它风险报酬等级的话呢是 RR5。那风险报酬等级呢，它的数字从 RR1 到 RR5， 数字越高的话呢，它的风险是越高的。那 RR5 的话呢，就代表是积极成长型的类股，然后波动较大，然后风险较高的一些股市啦。那主要是产业类别基金啊，或者是一些单一国家基金、新兴市场基金。那我们这档 ETF 00757，它就是一个比较集中于某一些产业的一个产业类别的基金，所以它的风险的话呢是 RR5，是最高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资金运用。这档 ETF 呢，它有 90% 的资金呢是投入了股票当中，美国市场当中，还有 10% 的存款是没有去进行应用的。那各位可以想想看，如果你手上有100块钱，你100块钱直接去投资美国这些标的的话，你的报酬率是 100% 好了。但是你如果投资这档 ETF 的话，你的报酬率却只有 90%。除非这档 ETF 它还有用其他的资产去做其他的操作，要不然基本上你的报酬率就会小于你直接去投资美股的报酬率。好，接下来如果各位要投资这档 ETF 的话呢，你要签署一个东西叫做风险预告书。
主要是台湾的金管会想要跟各位投资人讲说，这档 ETF 呢，它是投资国外的标的，并且它类股非常的集中，所以它风险呢，相对于其他 ETF 来讲是比较高的，所以各位一定要有认知才能去进行投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档 ETF 它的指数的筛选条件。那 Kevin 直接去看这个指数它的公开说明书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指数的筛选条件哦。它第一个筛选条件是需要在美股挂牌上市交易的普通股或是 ADR 以及 GDR。那什么是 ADR？ADR 就是这家公司它除了在自己本国有上市之外呢，它还要在美股有上市，那就是 ADR。 就像是我们台积电除了在台湾上市之外呢，它在美股也有上市，那它就是 ADR。 那 GDR 的部分就是这家公司它除了在自己国家有上市之外，它还有在国际的其他2个市场有上市，那它就是 GDR。 那其他2个市场呢，主要就是欧洲市场或者是美股市场。然后第二个筛选条件就是它经有 ICE 的产业分类，分为非必需消费性产品，还有媒体通信业，还有科技业这部分。所以说它的产业分类的话，主要是这3个产业。然后第3个市值的部分就是你这些标的它的市值要在50亿美元以上然后包含一些流通和非流通股。那这个市值是高还是低呢？各位可以看一下0050现在的市值只有49亿美元所以它这个市值的筛选条件是非常的大然后流动性的部分的话呢，就是至少要有6个月的可追踪记录，然后并且在6个月内它的日均成交值要高达5000万美元以上。那5000万美元是高还是低呢？我们也是一样看0050它的日均成交值是4600万美元所以说如果0050是一档公司的话，它是无法筛选进这档 ETF 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5个筛选条件，就是对于具有多个合格股份类别的证券，根据流通性排名纳入指数。那流通性越高呢，它就越有机会纳入这个指数。那第6个就是这个证券呢，如果它不包含科技或是互联网或是一些社交媒体行业的话，那么它就会被排除在外所以说就算你的流通性非常高，你市值非常高，但是你不是科技业或是互联网或是一些社交媒体的话，你是不能纳入这个指数的。那符合这些行业的公司有哪些呢？主要就是右下角这些公司那各位如果想看的话呢，可以按暂停好，那第7个筛选条件就是它至少会选择10档公司然后进行均等权重的分配。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指数它所持有的公司有哪些第一个就是脸书，然后苹果、亚马逊、Netflix、Google、阿里巴巴、百度、Nvidia、特斯拉跟 Twitter。 阿里巴巴跟亚马逊是电商，那百度跟 Google 就属于搜寻引擎的部分。 Nvidia 的话呢，也是属于一些人工智慧的晶片的制造厂商。那特斯拉的部分就是一些汽车行业嘛，一些自动驾驶的部分。那 Twitter 跟那个 Facebook 的话呢，主要就是社交媒体嘛。那 Apple 的部分就是一些电子类的产品。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指数的权重的分配那这个指数主要是均权的分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它有10档公司，但它每个公司它的投资比率大概都是 9% 左右，都是蛮平均分配的。那 Kevin 认为这个是还蛮不错的，它在个股风险上面的话呢，就是比较低。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介绍这档 ETF 它主要5个核心持股的部分。各位可以想想看， ETF 如果你把它打开来，是不是很多家公司？那它主要的核心成分股，它的绩效表现是不是就会影响到这档 ETF 的绩效表现？那什么东西会影响这些公司的绩效表现？那当然就是这些公司会不会是一家好公司。如果这些公司是好公司的话，那它的绩效当然是会越来越好啊。所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5个主要核心持股公司，它的逻辑分析跟它的抽象分析是如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Facebook 的部分，那这边是公司简介那如果各位想看的话呢，可以按暂停那 Facebook 主要是属于社交媒体的部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逻辑分析的部分。那逻辑分析主要就是财报分析。那我们来举几个例子来看第一个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家公司它的营收、EPS 还有它的自由现金流量。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它10年的绩效那我们直接看数字的话，各位可能没有什么感觉。那我们来看一下图表的部分，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营收的部分它在这10年当中，它营收是持续的增加，那它 EPS 也是持续的增加，那它自由现金流量的话呢，也是持续的增加那为什么我们要看这几个指标？主要就是营收是营业收入嘛，那营业收入越来越高，就代表说它的本业是越来越赚钱的。那为什么要看 EPS 呢？那 EPS 就是每股盈余嘛，那每股盈余越来越高，就表示这家公司怎样？越来越赚钱。那为什么要看自由现金流 FCF 呢？如果各位是有创业的人，或是各位有经营一些小本生意的话呢，大概就会了解为什么要看自由现金流了。各位可以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原物料厂商，然后有些鸡排店去跟你进货一些鸡蛋或是一些面粉的部分，那这些鸡蛋跟面粉它不会当下就把钱给付清，它通常会说我1个月之后呢再一起算给你。那你在卖出鸡蛋跟面粉的当下，你的盈余的部分的话呢就已经增加了，
但是你的钱却还没有收到，那你的 EPS 就会是正的，但是你的自由现金流量呢却还是零。所以说自由现金流量可以评断你这家公司有没有真正的拿到这些钱。那为什么自由现金流量这么的重要？因为它可以评断一些公司有没有在作假。怎么说？有些公司它可以设立一个空头公司，然后它就卖很多东西给空头公司，那它的 EPS 就非常的好。但是这些空头公司它并没有钱可以给这些公司，所以说它可能就是 EPS 很高，但是它的怎样？它的现金流量就会非常非常的低。那这些公司呢，就有可能是财务造假。所以说我们投资的时候呢，一定要看这家公司的自由现金流量是不是持续为正。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ROE 的部分。那 ROE 呢，就是巴菲特的指标啦。巴菲特最喜欢看的就是 ROE 就是股东权益报酬率。那各位可以把 ROE 想成是公司用我们股东的钱可以赚来多少收入。那 Kevin 认为 ROE 大概是20左右，就是非常优异的。所以 Facebook 呢，它是一个非常优异的公司。那我们来看一下它逻辑分析的部分。那它的护城河的部分的话，至少就是有高转换成本和网络效应的部分。那各位如果不了解护城河是什么的话呢，也可以点击我上方的影片连结去进行观看。那我们要分析一家公司，除了逻辑分析之外，就是抽象分析。那逻辑分析就是财报分析，抽象分析就是护城河的分析。那 Kevin 认为各位一定要了解这两个分析方式，才可以真正的去了解一家公司它的营运好坏。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亚马逊的部分。好，亚马逊它是美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那它的逻辑分析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营收的话呢也是持续增长， EPS 持续增长，自由现金流也是越来越多。那它的 ROE 的话呢也是非常的优异。那它的护城河的部分的话呢，它最少都还有一个成本优势。所以说亚马逊的话呢也是一家非常好的公司。那再来是苹果的部分。那苹果的话呢，主要就是有非常多的消费类的电子设备，像是 iPhone 啊 iPad 啊，或是 Mac 啊，或是一些智慧手表等等。那我们来看一下它逻辑分析的部分。那苹果的营收的部分的话呢，也是持续增长， EPS 也是持续增长，那自由现金流量呢也是越来越多。那它 ROE 的话呢也是非常的优异。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它一年所赚进来的现金就高达了730亿美金。所以苹果赚取现金的能力是非常的强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护城河的部分。那它护城河呢就有成本优势、无形资产、高转换成本和网络效应。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Netflix。那 Netflix 主要是一些视频的点播服务。那它的财报分析的话呢，它的营收也是持续的增加， EPS 也是持续增加，但是它的自由现金流量在之前的有段时间自由现金流量是负的。那这个时候就要非常的注意。然后在 ROE 的部分的话呢，它最近的 ROE 的话呢也是蛮不错的。那它护城河的部分的话呢 Kevin 认为它至少还有一个高转换成本。好，那接下来第5个就是 Google 的部分。那 Google 呢，它就是一个搜寻引擎嘛，那它有 85% 的收入呢是来自于在线广告。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逻辑分析的部分。它的财报呢，营收的部分是越来越多，那 EPS 也是越来越多，那自由现金流也是越来越多。那 ROE 的部分的话呢，大概是在20左右。那 Kevin 认为这5家公司当中Google 的财务报表是最好的。那 Google 它的护城河的部分的话呢，有成本优势、高转换成本、无形资产和网络效应。好，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个指数它主要5个核心持股都是非常优异的公司。那它的绩效表现是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我们看一下深蓝色的部分。那深蓝色的部分就是这个指数，也就 FANG+ 这个指数它的绩效表现。它从2014年到2021年之间，它的绩效表现年平均报酬率是 33.9%。那我们来看一下纳斯达克的前100大公司，它的指数的投资报酬率是多少？是 21.54%。那标普500指数呢是 13.95%。那标普500指数当中的科技指数呢是 23.46%。我们可以看到FANG+ 它的投资绩效是完全的碾压其他3个指数。那这边 Kevin 就会非常好奇因为 FANG+ 这个指数它除了5个主要核心持股之外，它有加入其他5个股票。那如果我只追踪这5家公司的话，那我的绩效表现会如何？那我这边呢主要是将 FB、亚马逊、Apple、Netflix 跟 Google 用一个等权加值的方式去进行投资，然后每季进行调整。那如果8年下来它的投资报酬率是多少？首先它8年平均报酬率是 39.84%。那 SPY 呢同期只有 13.7%。那 QQQ 的话呢同期只有 21.8%。它8年的总报酬率高达 1591%。 SPY 同期只有 293%。 QQQ 只有 518%。 所以说这5家公司在过去这8年它的绩效表现是非常非常的惊人。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5家公司它个股的平均报酬率。那8年平均报酬率的话呢，脸书是 35%， 亚马逊是 37%，
Apple 的部分的话呢是 26%，Netflix 是 55%，Google 的部分的话呢是 25%。那它8年的总报酬率 Netflix 是最高的，是高达 3880%。那我们到这边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投资这个指数在过去几年的投资报酬率当中，他们是非常非常的优异的，并且如果我们只投资核心持股的话呢，我们投资报酬率会更上一层楼。好，那看完报酬的部分，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风险的部分啦。我们投资人不能只注重在报酬上面，我们一定要注重在风险上面。巴菲特曾经说过，我们投资有2个守则，第一个守则叫做不要亏钱，第二个守则叫做记住第一个守则。那我们要怎样不亏钱呢？就是我们要注重在风险上面。第一个风险 Kevin 认为是科技股热潮价格偏高的一个风险。好，那我们先看一下橘色这条线哦。橘色这条线的背景是什么？它是在1990年的时候呢，我们取那个时候美国市值前10大的公司。那这前10大的公司呢，有6家是属于科技公司。那这6家呢，就编成了一个指数，叫做 ICNILO。这个指数呢，它从1996年到2000年之间呢，它总共翻涨了将近7倍。但是在2000年科技泡沫破裂之后呢，它的指数绩效呢就持续下探。那这个指数呢，它的成分股主要有 Intel、思科、微软、IBM、Lucent 跟甲骨文。那深蓝色的部分就是 FAANA，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2020年美国前10大市值的公司当中呢，有5家公司呢是属于科技行业，那分别是 Facebook、Apple、亚马逊、微软和 Google。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指数跟我们的 FAN 指数非常非常的接近，它只差了微软这家公司。那微软这家公司呢变成 Netflix， 就可以说这个指数完全就是 FAN 指数嘛。各位可以看一下微软的部分，微软它从2000年的时候呢，它的股价是55块美金，但是呢，它科技泡沫破裂之后呢，它直到2015年的时候呢，它的股价呢才重新涨上55块美金。这段期间，微软它的营收呢，它的盈余也是持续的增加，但是因为你一开始买的价钱太贵了，所以呢，你到2015年之前呢，你的股价呢都还没有回到你原本的水准。所以这边 Kevin 是想要跟大家讲，如果我们投资一家公司，这是一家非常好的公司，我们也不能在一个非常高的价格买进它。就像是2000年科技泡沫化的时候，那时候纳斯达克指数它的本益比竟然高达150是什么概念？就是你每年赚1块钱，但是你的股价是150块啊，那是非常非常的夸张啊。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投资 ETF 或是我们要投资一家非常好的公司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进行估价。那风险第二个叫做类股过度集中。虽然我们这个指数它所追踪的公司呢，它上面写说是属于科技公司、网络公司、媒体业还有非必需消费类股，那么它的行业分布呢，也是消费类周期性产品占了 30%， 通讯服务呢占了 50%， 科技呢占了 20%。 但是在我看来，各位不觉得这10家公司可以说是都是科技公司吗？所以如果你投资的标的它类股非常的集中的话，它全部都集中在科技产业，它没有一些材料类啊，或者是一些房地产、金融或是一些健保或是石油能源等等产业的话，那只要科技浪潮稍微有一些影响的话，就像是2000年科技泡沫化，那你的投资绩效一定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各位一定不能忽略到类股过度集中这个风险。第三个风险，政治政策风险。那政治政策风险，我在上一部影片有关于讲越南如何投资的时候，就已经有讲到政治政策风险。那如果各位想要复习的话呢，可以点我上一部影片。那我这边做一个比较基本的介绍。如果你投资这家公司，它处在一个比较集权的国家发展的话，像是一些共产国家，那这些共产国家它对企业的干预相对于资本国家来讲就会比较的强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各位知道这个人吗？这个人他在2019年的时候呢，他公司要推出一个服务，但是那个服务呢会影响到那个国家的利益，所以这个 CEO 呢他就被消失了一段时间，然后他那家公司的那个服务也因此无法上市。那这家公司呢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呢，它的股价呢就下跌了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投资的这个指数当中，它就有3家公司跟这个国家非常非常密切的来往。那这边 Kevin 不是想要跟大家讲什么政治正确的关系，我只是想要让各位投资人知道，如果我们是一个聪明的投资人，我们是一个理性的投资人的话，我们要将我们的钱放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感情放在投资当中，因为我们把感情用在投资当中的话呢，我们的投资一定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那第4个风险就是汇率的风险。我们来看一下，在2009年的时候呢，美元兑换台币是1块钱美元可以兑换35块钱台币，但是在最近呢，1块钱美元却只能兑换 27.95 块台币。2009年的时候，1块钱美元可以兑换35块钱台币，也就是如果你投资美国的标的，那时候那些标的加起来总共是10万块美元的话，那你可以换350块钱的台币。
那在2020年的时候，$1是兑换27.95块台币。如果你投资的标的它在这11年之间都没有涨都没有跌，还是10万美元的话，那你会换成多少台币呢？就会变成279.5万台币。也就是说，你投资没有赚没有赔，但是会因为汇率的关系，你无形之间呢就损失掉了非常非常多的投资报酬率。所以各位要投资国外的股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汇率的风险。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5个风险，就是费用率的风险。那费用率的部分的话呢，这档 ETF 它在107年的时候，因为刚上市，所以它的费用率是 0.23%。那在108年的时候是 1.88%。那在109年的时候呢是 1.31%。那这费用率呢是总开销费用，也就是包含所有的杂费的部分。那是高还是低？0050的部分的话呢是 0.43%。SPY 也就是美国大盘的部分，它是 0.09%。那 VOO 也是美国大盘的 ETF， 那它是 0.03%。那各位可以看一下00757它的内扣费用，也就是它的总开销费用的话呢，是 VOO 将近40倍啊。所以各位可以自己评估看看这个费用率是不是你能接受的，因为费用率会在无形之间就吃掉我们的获利。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基金的报酬率。它从107年12月6号到现在为止，它基金的报酬率是 136.54%。各位看到会觉得说，哇，这个报酬率非常非常的惊人啊，2年报酬率就 136.54%。但是各位知道吗？基金它所追踪的标的指数，它的报酬率是 162.72%， 这中间就整整少了 26% 的报酬率。为什么会少这么多？主要原因就是除了费用率的关系之外，第二个就是汇率的关系。所以说你的费用率跟汇率都会在的影响到你投资的绩效。所以各位在投资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2个风险。最后我们来进行自我评量的时间啦。第一个，什么风险不会直接造成基金的报酬率低于基金所追踪的指数？第一个，内扣费用风险；第二个，汇率风险；第三个，台湾太久没有下雨，停水停电的风险。那第二题，如果有人对 FANG+ 这个指数有兴趣，各位会怎么建议他们进行投资呢？第一，因为00757的内扣费用太高，偏向直接向美国券商买个股投资。第二题，直接签署特殊风险报告书，投资00757省麻烦。第三个，觉得各位自由发挥啦。第三题，哪个风险是各位最难以去接受的？第一个，台湾分区停电风险；第二个，类股过度集中风险；第三个，政治政策风险；第四个，汇率风险；第五个，内扣费用风险；第六个，科技热潮还有价格风险。好，那今天影片到这边，相信各位对00757 FANG+ 这个指数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了解了。那各位如果想要投资这个指数，一定要进行风险的评估。那每个人对风险的承受程度不一样，各位一定要独立思考，对自己负责。那这个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事。如果各位想要脱离对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的状况的话呢，欢迎订阅追踪。我会在这个频道每周分享有用的投资知识，相信对各位一定会非常有帮助。那么我是不随预测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今天影片到这边咯，拜拜。